当叶凡和瑶光圣女瑶汐再次相遇，他的秘密藏不住了，让瑶汐又羞又怒。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随着叶凡计划混入瑶光圣地外出采购的队伍，想要逃离这个鬼地方。然而，瑶光圣主即将到来的消息让他的计划暂时搁浅。就在这时，园区外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巨响，瑶光圣主驾临，却遭遇了不是高手的联手攻击，喊杀声震天，光华冲天，法宝飞舞，园区外的战斗激烈到了极点。孔雀王、青椒王这两位大寇的出现，让瑶光圣主的脸色变得更冷漠，他们之间充满了杀意和决绝。你这妖孽，居然还敢出现！今日斩你！瑶光圣地的一位老者喝道：“确实要斩人，但却是你们！”青椒王的声音如同雷霆，震撼了整个园区，战斗一触即发。而叶凡却在这混乱之中寻找着逃离的机会。他知道这场战斗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能再留在这里。在园区的边缘，天地震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爆发了。园区外围的道纹被撕裂，众多修士如潮水般涌入，场面一度陷入混乱。瑶光圣地的修士们惊慌失措，因为第4大寇青椒王和第7大寇屠天联合孔雀王，竟然要伏击瑶光圣主。叶凡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没有去想园库，因为他知道那里必然是大寇们的目标，而且他也无法打开。相反，他选择了一个更为实际的目标，第15矿区的石塔，那里堆放着临时采集来的源。在混乱的战场上，叶凡冲向石塔，发现石门上有禁制，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用拳头破开了石门。当他看到玉架上陈列的源时，心中激动不已。这些源对他来说是提升实力的无价之宝。他迅速将所有源收入玉净瓶中。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响起。这人自称是屠飞，是第7大寇屠天的孙子。屠飞对叶凡手中的源感兴趣，还说了偷盗一行的规矩，要求分的1/4。叶凡不想与他纠缠，便展示了玉净瓶中的源，试图让屠飞放弃。但屠飞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发现了叶凡身上有瑶光圣女的气息，这让叶凡感到非常棘手。屠飞对叶凡手中的瑶光圣女的物品感到惊讶和佩服，他的梦想是偷一个圣女为妻，以了却他爷爷的心愿。叶凡意识到与屠飞在一起非常危险，他不想因此而招惹瑶光圣女，所以他试图摆脱屠飞。屠飞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大声向瑶光圣女喊话，暗示他丢失了某样东西。这让叶凡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知道这会引发大祸。瑶光圣女正在与流寇战斗，她的美貌和力量在战场上格外引人注目。叶凡决定趁机逃离，但屠飞却在空中大喊，试图引起瑶光圣女的注意。叶凡心中暗骂，他知道屠飞的大嘴巴会给他带来麻烦。屠飞的肆无忌惮和叶凡的机智逃避形成了鲜明对比。屠飞似乎对瑶光圣女瑶汐丢失的胸衣情有独钟，他大声追问，毫无顾忌地揭露了这一秘密，让瑶汐又羞又怒。瑶汐尽管在战斗中显得游刃有余，但面对屠飞的挑衅，他感到愤怒而又无奈。他施展的无上秘术翠绿的玉灵不仅抵御了敌人的攻击，更显示了他强大的实力和决绝的态度。铃声如波涛汹涌，摧毁了敌人的武器，也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屠飞逃遁之中祭出了一个看似陈旧不堪的陶罐，但其威力却让人震惊。这个陶罐据说是古代大帝以自己的血肉炼制而成，即使是仿制品，也有着难以想象的吞噬之力。他不仅抵挡了瑶汐的攻势，更让在场的人对屠天的真正陶罐充满了敬畏。屠天作为13大寇之一，他之所以能跻身此列，正是因为掌握了一件极道武器。极道武器是古代大帝和圣皇炼制的武器，威力绝伦，足以影响整个东方的格局。屠天手中的陶罐据说是荒古前一位大帝在临终前以自己的元神和血肉炼制而成，留给后人的极道武器。然而这件极道武器并不完整，缺少封盖，否则屠天将更加无敌。在这场混乱的战斗中，叶凡抓住机会逃离了战场。他知道屠飞的大嘴巴和瑶汐的愤怒都可能给他带来灾难，他必须找到一个地方安心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屠飞和瑶汐之间的纠葛，他不想再被卷入其中。瑶汐对叶凡的恨意源于那次意外的相遇，他的仙姬玉体对叶凡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每当想到那日的事情，瑶汐都感到脸颊发烫，浑身肌肤发烧。他很想冲过去直接斩杀叶凡，但又担心这会坐实屠飞的胡言乱语。而屠飞被叶凡的成就感到羡慕，他希望能借助叶凡手中的胸衣来实现自己抓到一个圣女为妻的梦想。他的大喊大叫不仅让叶凡感到困扰，也让瑶汐感到愤怒无比。屠飞的仿制陶罐展现出了惊人的威力，它像是无底洞一般，连瑶光圣女强大的碧玉灵攻击也难以逃脱其吞噬之力。瑶光圣女虽然心中吃惊，但并未失去斗志，她的神识强大，即使面对仿制的极道武器也毫不畏惧。屠飞在瑶光圣女的攻击下逃遁，他知道自己的修为不及对方，持久战斗下去必然不利。他大声喊着叶凡，希望能够出现并助他一臂之力。然而叶凡已经趁机逃离了战场，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与这些大能者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屠飞的呼喊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叶凡的赞赏和调侃，将叶凡偷的瑶光圣女胸衣的事情公之于众，这让瑶光圣女感到既愤怒又无奈。她的心中对叶凡充满了恨意，但面对屠飞的挑衅，她选择了冷静应对。瑶光圣女以她的笑声和言辞稳定了军心，让众人不再相信屠飞的胡言乱语。叶凡在逃离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攻击，但他依靠老疯子的步伐，灵活地躲避了一次次的攻击。在战场的另一边，孔雀王与瑶光圣主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两位强者的对决让天地都为之变色，他们的力量波动，让周围的空间都几乎要崩碎。第4大寇与第7大寇以及屠天，他们携带着极道武器，对瑶光圣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目标明确，决心坚定，即使是面对如此强大的圣地，也毫无畏惧。叶凡在逃离的过程中目睹了这一切，他心中明白，这些人的行动将会改变整个东荒的格局。而他虽然只是这场大战中的一个小角色，但也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叶凡冲到了园区的边缘，他知道自己即将逃离这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在激烈的战斗中，陶冠轻易地粉碎了瑶光圣地太上长老们的武器，即便是仿制的龙纹鼎，在他面前也如纸糊般脆弱。这种力量的展现让所有目睹的人心惊胆寒，即使是强如青椒王也不禁为之动容，提出以一切代价交换这件圣兵。然而屠天拒绝了青椒王的请求，这件陶冠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他立足东荒的保障。在屠天和青椒王的合力催动下，陶冠释放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使得瑶光圣地的修士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孔雀王与瑶光圣主的战斗也达到了高潮，两者的力量在天空中碰撞，引发了天地间的巨变。瑶光圣地的修士们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圣地的底蕴虽深，但在极道武器面前也难以回天。叶凡在这场战斗中意识到了自己与这些大能者之间的差距，他知道自己若是继续留在战场，只会成为炮灰。在逃离的过程中，叶凡听到了屠飞的呼喊，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自己不能被卷入这场战斗，他需要时间来成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屠飞的呼喊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干扰。最终，叶凡成功逃离了战场，他的身影消失在了茫茫的大地上。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回来，但那时他将会以更加强大的实力出现。在逃离的过程中，叶凡也思考了自己的未来。他需要瑶池心法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为，但他也清楚这不可能得到。他考虑了多种可能性，包括成为瑶池女婿的想法，但他知道这需要他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叶凡决定，无论选择哪条路，他都必须要有魔王的实力，能够战败道宫秘境的瑶池仙子。因此他决定继续修炼，挖掘轮海的秘密，提升自己的实力。他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强大，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在红褐色的大地上，叶凡独自前行，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力量的渴望。经过10几天的跋涉，叶凡终于发现了绿洲和人烟。这片广阔的地域远超过地球上任何陆地的面积，让他对这片神秘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他心中暗想，无尽岁月前，这里曾是草碑旺盛、种族林立的繁荣之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北域变成了不毛之地？没有停留，叶凡继续他的旅程，直到第20天，他决定停下来，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潜修。一路上，他见到了大大小小的绿洲，它们像是红褐色大地上镶嵌的翡翠，见证了北域的生机与争斗。为了争夺这些绿洲和原矿，人们不惜流血冲突，民风之彪悍让叶凡印象深刻。最终，叶凡选择了一片空旷的荒漠作为隐居之地。他凿开一座石山，开辟出洞府，决定在这里开始他的修行之旅。洞府中，他祭出了玉净瓶，5颜6色的圆块出现在他的眼前，绚烂夺目，照亮了整个洞府。这些圆块是他一路走来收集的宝贵资源，总重约60斤，对叶凡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他提升实力的关键。叶凡开始了他的修行，准备进行突破。彼岸境界是一个修士蜕变的重要阶段。传说中，那些单修轮海秘境的上古大能会经历9生9死的考验，最终破茧化蝶，达到大圆满的境界。一旦出关，便会引起天地间的异象，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然而，叶凡知道这样的成就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到，他需要长年累月的修行和不断的突破。单一秘境的修行不仅需要强大的心法，还需要古老的秘术辅助，而叶凡目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的实力还不能与上古大能相比。在接下来的7天里，叶凡的洞府中充满了灵气，他的轮海呈现出各种奇异的景象。青莲在轮海中颤动，金色的海浪滔滔不绝，碧蓝的天空中交织着雷电。这些异象预示着叶凡的蜕变已经开始。他将全身心投入到修行中，不断吸收圆块中的能量，洗涤身心，强化自己的修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叶凡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力量的增长，他的境界在稳步提升。每一次修炼都让他对力量的掌控更加熟练，
对天地的感悟更加深刻。他知道，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他能够达到那传说中的彼岸，成为真正的大能。而现在，他只需专注于修行，让力量在体内静静流淌，等待破茧出的那一天。